So what's up guys? GWAD I'm Batman。在这个的时候呢，我也会来show给你们看一个东西，这样子。就其实呢，做这个大学生高校生的时候，就是去大马的各地的地方做宣传，然后给这个激励讲座这些的时候，就是其实有遇到了很多的，就是蛮感动的事情啊。就比如说是这一些咯，一些。在给去演讲说有些学生就成为了这个什么大学生高校的粉丝啊，我们就画了一些这些 fan 这样子比较喜欢的是这样。就我觉得这个看了这种是蛮有味道的，就蛮喜欢的，而且在里面的角色我是最喜欢的是许新梅主角拿去丢垃圾。因为讲真的啦，做这个漫画确实真的是蛮不容易的，而且是尤其是靠自己不是没有去让这个出版社啊这些去帮忙出版，然后去宣传，这些全部都是要靠自己，所以是两边跑啊，就是要一边画漫画，然后一边就要去做宣传这些感觉，就是确实有累，不过就是觉得看了就是有说到读者的这些fan art就是这些就蛮感觉自己做得蛮值得，就是我也会有看动漫这些嘛，就自己画fan art，比如说 Iron Man 啊，还是这个家庭钥匙啊，我之前也是有想过要专门做一个影片，就是做这些大学生高校生fan art的影片，可以给你们看一些咯。这一次昨天在全马宣传大学生高校生的时候所收到的一些 fan art， 这个其中一个，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这一个是在蒲中我首兰第一站的那个学校新民华小收到了，我们去那间学校去了2天，然后有1-2位学生送来，然后这个也是新民华小的，就是2个新民华小学生。第一天是去演讲，然后第2天有学生有订书我们就去卖书这样子咯。这2位学生就画了拿来给我看，这张我是当时没有拿去了，只不过我当时拍照片了下来。就我们接下来看几个一下Yuna Goldberg 就很英国的那个名字Yuna Goldberg 23518许新梅就是在大学生高校生里边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里面其实这些角色他们就是我的自己创造出来的角色，然后可以算是自己的孩子这样子吧。里边最疼的那个女儿就是这个许新梅咯。你问我小童怎么样没有理他，太傲娇了那个也是一样，那个 Yuna Goldberg 23518的，在 Instagram 可以去 follow 看他一下。这个应该是比较新的那小童的那个眼神就有点凶可是这个有点太瘦了。看了这张fan art他觉得他的这个角色可以说是看到小童平时看不到的样子吧，就是这样讲。因为小童在我的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他就是一个傲娇属性的角色，比较凶吧，他是平时比较凶这样子吧。然后这个看起来就给我的感觉可能别人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感觉，不过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这种举止，他的眼神都看过去这样子，与其是凶，又反而是感觉到优雅那种感觉吧，就没有那么凶。那他还附上了一个台词说：“你到底在看什么？”就没有那种你到底在看什么，也不像那种修饰你到底在看什么那种所以我的演绎不够好这个比较优雅那种就会讲你在看什么这样子的，就你在看什么我就在下面评论了，要画得凶一点小童没有这么善良的还没有那么优雅。小童这个角色确实是他比较少女一点吧，这样讲。刚认识他的时候会觉得他很凶，不过过后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角色其实蛮 Q 的啦，这个角色真的这样。然后还有说也是蛮会装扮的一个女生这样之类的这张其实我蛮喜欢一下的。这张看到这2个角色其实这个表情我觉得比较像那个歌的会摆表情耶因为他的眉毛让我感觉比较精神比较精神，然后比较活泼的那种。可能他嘴巴如果是关起来的话，会比较适合，不知道。不过是没有对错啦，是我这张我蛮喜欢的。然后新美的我就觉得表情然后动作也是蛮到位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手这样子放着，会有感觉他比较就害羞怕生那种感觉。不错，这张我是蛮喜欢的。这个小童的我也是很喜欢，只是我比较偏袒新美。就你们如果也有想要画，然后想要给我看，然后评论，然后我们如果要做这种收集够多这些 fan art 的话，我要
做第2期，然后你来看我讲react to 你们的 fan art 的话记得你可以在 IG 直接 tag 我咯，让他这样子直接 tag 我，或者是 hashtag 大学生高校生。不过记得如果你要 tag 我还是放大学生高校生的 hashtag 的话，要给我找到的话，记得给你们的这个 post 放那个 public 可以全部人可以看到咯，就不是 private 那种的。这个是 Peace 1826，这个应该是在培德的吧，就是在槟城的学生，就是模仿了那个格雷去搭建子涵还掀开了那个画面咯。就是觉得，你的那个人的脸，他的形状可以先搭高，给他圆一点，就会比较好。不过表情那些是有到的这个是我的大学生高校生 fan art 的始祖这一位也可以去 follow 他一下，他画的东西是蛮不错的，也是除了有画那个之外啦。画这个大学生高校之外，他也是有蛮多自己的作品的，画蛮不错的。就当时这个是在我第一站我去我们那个大学生高校生开始的时候，我是有去学校做宣传这些，然后给人家这样子。然后这个是我去第一站的时候，就格兰丹去吉兰丹然后去看到这张当时就是真的是刚开始，所以当时也就抱着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有很多的不定因素但是你的这个可不可以保得住自己的饭碗怎么样你就会很 stress 很压力，然后就是有点迷茫这样子吧。第一站想着可能自己去做宣传这些什么的时候因为我还自己准备了一笔钱，就是当时也不大清楚会要怎样走下一步就是一路走下去宣传，可能要慢慢累积名气什么然后才可以慢慢把钱赚回来什么这样子不过就很庆幸啦，就很谢谢你们从一开始很多人支持很多人喜欢这个我们作品然后这个也是就是在我们第一站的时候，当时我还在演讲嘛，然后妹妹应该是没有记错，然后妹妹就看到我就看到这张了，我就给我妹妹看，我就还是一样，也是我里面最喜欢的角色新美同学。因为以前都是我自己在画其他动漫人物然后好像 Iron Man 还是家庭教师这些什么就是自己在画 fan art 这样子吧。然后现在看到有人画我的 fan art， 感觉就很不一样吧，那种感觉很有特效让我有很大的那个动力吧。其实讲真的，我就是看到这个，有人如果不知道的话，这个其实它这个风格然后还有放这个格子这是那个 Galgame 一个游戏这样子的形式就类似 dating simulation 这样的东西dating simulation 这样子讲应该比较清楚。就看到了这个的时候，我来配音一下这个地方。格雷学长，抱歉，我被吓一跳了，所以这个时间呢，格雷学长不回家吗？咋的这个其实这个可以说它也是会让我有很多的灵感吧，你可以想象一下，可能格雷是可能他睡过头还是什么然后没有，还是这个新美同学他睡过头然后可能格雷在做什么学校那些活动还是什么，然后在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新美。其实新美这个角色是可能觉得他是小心翼翼不过其实他有很多时候都是碰个字这样子吧，就很碰，就这样讲就是日语就这样冒死就这种。有时候就会脱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的可爱一点就是这样子或者是他可能跟朋友就是会去想象，因为你看这些 fan art 的时候，你会想象这些角色其他的故事这样子，好像比如说这个可能是校园动漫就蛮王道就是典型会有的剧情，就是他们在学校就是试胆就是试胆会就是要去看会不会遇见鬼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个你们看到现在这个 Instagram account 的，他的名字是叫我不知道要拿这个 account 来做什么的，类似这样名77.1000101可以说是目前的70-80%的大家都是他来画吧，就很谢谢，也是很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说真的，这张让我有很大的灵感吧。其实你可以看它这些线条好像很潦草不过就是因为这些潦草感体现了那个小童很生气很生气。然后很害羞，然后脸红的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带出来，我真的很喜欢。然后我也给我的那个帮忙我画的那个画师自演那个看了，他也是觉得很喜欢，很喜欢那种 feel， 就用线条带出那种他很害羞然后他的情绪很那个混乱的那种用线条感带出来的这种样子，我喜欢。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那个新美同学躲在后面这样子，一个小时从现在开始我把这只小东西称之为 small Kokomi， 就是想要把这只小东西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要把它做成自己的小宠物这样子放在自己的口袋这样子带来带去这个那种感觉。
其实这一张，当时我在看到这一张的时候，我们是已经在画这第2本了。这一张的时候，其实它也让我有大的灵感，然后就让我想要挑战画出那个小童他生气的样子，他就是这种害羞的，就是真的他的角色的比较夸张的那种表情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表情，就这张让我有大的灵感这样子吧。这张也是他画的，还有很抱歉我误会你了，才不是因为你很有才华什么的。哎呦，真的我还不舍得配这种很明显的我讲啊，就很像是在来搞笑什么那样。其实我真的很好奇你的这个背景啊，它的是讲话是去上网找素材的，还是自己画出来？如果我会的话，我真的想要看你怎样弄。这里的那个小童看起来比较像那个叫什么 Garu， 你知道吗？就是动漫里面那种辣妹那种金发啊，那个葛雷啊，这个葛雷看起来有一点像猴子。这个我知道你的 style 你喜欢画的比较欧美那种 wacky 然后 funky 这样子的角色那种设计啊，就哇，这个看起来这个葛雷有一点像猴子，虽然他的性格也很猴子，不知道你理解吗？这个格是错了啊！这个他的格雷的格是金字旁的，不是这个木字旁的。OK 了，既然我是这个格雷一个配音，我就来配一下，认真配一下。口味刚好，然后有一点感冒，所以可能声音不大好了。试看啊！哇哦！就是差不多这样。哇哦！我的直臂们，我换了个画风，我是不是变帅气了许多？你们画那飞案的时候你们想要给我放台词，可是放台词进去，然后到时候我看的时候我来配一下，或者有机会的话好像刚才那些小童啊这些新媒啊，你们也放一下，到时候我看够多的话我来放起来，我再来去请我这些配这些角色的那些我的朋友那些一起来配一下啦。我来做一个这样的东西。这张我就蛮喜欢一下的。虽然耳朵也是大耳朵后置，不过这个格雷就比较 emo， 就我比较虽然他也会觉得这个学生画家讲好怪，不过我觉得不错啊，我就放下来的这个格雷就感觉他蛮 emo 的，这个讲他头发放下来的时候，这张画蛮 emo， 是有那种文艺那种 feel 啊，这个就有点傻的。哇这个你可以有待加强，会画到他也是他画的，用纸画。说到手画纸画了，我现在很久，以前我是会就是用手绘这样子的，可是现在就很久没有画了，然后自己去现在用在纸上面画的时候，手会抖啊，然后会画的不好。这个不错，这个就比刚才那个电绘的那个给表，这张的话就很给啊，这张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知道吧？叫Killer Eye， 会杀人的眼睛啊，知道吗？这张其实也是给我很大的灵感，所以我就想，当时我看到这张的时候想，我就会想一个问题，是格雷是做了什么事情啊？这个肯定是任何事情，这个小童任何的表情啊，98%是格雷引起的。就看到我就在想，到底是格雷做了什么事情？才让小童有这个样的表情啊，这样子就在那边评论真的好奇到底格雷要做到什么样程度才会让小童会有这样子的表情？我真的是要杀掉他了。我是没有现阶段的计划是没有画到，就是要让格雷会做到这样的东西。如果真的格雷真的是 fucked up 了，真的是 screw up 了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喜欢的，因为后面放些，也就感觉蛮有那种 modern 感、现代感的那种感觉吧。就是他是放了一个格子，然后稍微这两个角色紫伟啊，还有这掀开稍微蒙掉的那种，也蛮有感觉的。然后这一张呢，我就感觉它体现了每一个角色的表现，我觉得蛮厉害的这一点，就是跟格雷还是一样很屁的那个脸，自憨啊，他就跟格雷就是很 friendly 啊，可以说是他的类似他的那种弟弟啊。不过虽然我设定是他是他的表弟啊，不过这个他对格雷来说就是一个弟弟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吧，就是这种多多啊小弟弟的那种感觉。紫伟啊，就是这个角色他就是比较我行我素的，就是比较不 care 别人那种感觉吧。你看那个表情就很逼，然后那个贤凯，其实这个贤凯也是这两个角色是按照我现实的表弟然后创造出来一个角色然后这个事情也是我按照我一个朋友的形象然后创造出来的一个这个贤凯，他这个角色他的表情会比较木讷啊，不过他就比较稳重成熟稳重的那种感觉。不过然后你就看他还画了一个流汗啊，就是在担心格雷又要做什么东西啊。这一张真的带出了，真的觉得很厉害一点，就是带出了每一个角色的个性样子，就很厉害这个大耳朵格雷就觉得这一张蛮 Q 一下的。这一张真的有一点像，给我感觉有一点孙悟空的感觉。
啊，这张看到的这张应该是夕阳啊，就日落那种感觉。然后葛雷又在耍帅啊，葛雷这个角色就是喜欢耍帅啊，这样。当时我看到这张，我也在那边自己写了一个台词，一个小故事样子吧，就我的旁白。那我来念一下啦。夕阳下，葛雷看着叉叉叉说：“或许这就是我在寻找的青春吧。”就是这样子那种感觉，就是在耍帅的那种感觉。深情，但是还是在耍帅的看着叉叉叉，我不知道是谁啊，我就看到这个画面就有这样的想法啊。这个贤凯的这个 Fat Art， 因为其实这个角色的也是这个配角啊，比较少看到他还有子涵还有紫薇的这个 Fat Art， 看得知道。这个他的颜色我蛮喜欢的，就是会感觉到就会有让你感觉到有一种那种蓝天白云的那种感觉吧，不知道讲形容，很辽阔啊，很辽阔，然后就是很青春那种感觉。就坐在草地啊，然后看着一望无际的天空啊，那种放松感啊，就是看到这张蛮喜欢的啊。这个呢，许欣美，然后她是穿着日本 JK 的那种衣服啊，然后还穿了这种长的，然后松松的袜子。这一张呢，我是蛮喜欢它的颜色的，我是比较喜欢这个的颜色，然后它是有放了这个滤镜啊，这个蛮有 feel 的，蛮有那种 feel 的，蛮喜欢的。而且它的比例也是修长哦，就是这个角色，你们知道吗？许欣美有183的身高，我蛮喜欢的颜色啊。这张，嘿，这张，懂的都懂，不懂的我就不解释太多。就这张看得蛮像的，这个画家真的是太天才了，真的是。一看就知道什么是比较想的，就是可能会有人会觉得是小童是攻，然后新美是受吧。不过其实是按照我那个设定啊，虽然是可以这样子写没有问题，这样的话也没有问题哦。小童是受，新美是攻，就是小童你会觉得可能他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角色，不过其实那个只是他表面的样子啊，就是我为了保护自己啊，然后或者自己身边的人啊，所以才表现出来。不过其实他就是一个蛮少女型的一个角色啦，然后也是比较你吓他一下吧，他就怕了这种角色，只能这样讲啊。然后新美，你可能会觉得她是怕生啊，然后她是比较胆小这样子的女生啊。不过还有这个新美，她内心比较坚定的这样子啊。终于看到了校长女士雨婷的Fat Art。其实这个校长女士一开始的时候啊，你如果有看我的大学生高校生的那个动画的话，有在我的 YouTube 频道啦。然后就是第一章的时候，格雷醒来的时候，他那个电话手机拿起来的时候，是喜欢玩弄小男生的这个校长女士还是一姐，我忘记了。这个角色我创造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想过他名字啊，就是第一本完了过后啊，我还没有去就是给他 set 过名字，所以一直都是校长女士这样子吧。我在我的file里面，我当时也是设定校长女士，是在出第二本的时候，然后我才开始，当时也要做一个大学生高校生的那个书签呐，然后我们才开始去想这个校长女士的名字啊，就当时在想着要给他就放我们的 logo， 这个大学生高校生的这个标题啊。然后他的名字上面有看到是写校长女士啊，然后他的名字，然后其实我下面就是有放每一个角色啊，我都自己有画了，给他们了一个日语的名字啊。其实我就对那个日语这边那个有一个向往，希望自己有一天自己的漫画啊，还是自己的电影啊，可以上到日本这样子啊，这个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心愿啊，所以我自己也放上去了。所以当时就是为了就是要设计这个书签的时候，才去想他的名字啊，别的话他校长女士一直就只是校长女士啊，这个是最后一章了啊，这个是有点哑巴了，还是一样，我不解释太多，懂的都懂。来，这边我也来配音一下啦。这个画面呢，其实是在第二本的大学生高校生第二本的最后第三面吧，第二章随便啦。就这一张啊，原本我没有写要这样哑巴的啊，先讲一声啊，我没有写要这样哑巴的，没有这样母汤了。所以那时候我那边是写着比就比吧，只要提到美术，我都不会手软的。要是到时弄碎了学长身为成年人的自尊，我可是不会负责任的哦。格雷学长，然后原本是这样子的啦，就是他那个格雷。像这个羽凡同学下战帖，好没有？就是在看他们对比对打这样子，是对啊。然后这个是这个画师就画成了这样的东西啊，我来念一下咯 ，OK， 还是一样，我不多解释，懂了都懂，不懂了你自己去 Google 是什么了 ，OK。
那我来配音一下啦，认真一下。我可是不会负责任哦，格雷学长。这他妈的啊！是啊，这个格雷也是哈，这他一脸意义不明的感觉。妈，就画你刚才画的还放了些什么啊？然后你看我在这里写什么？我突然想到了这个画面。哦，你看我写什么？妈 ，flag 我已经帮你立起来了，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你应该知道了。就是啊，其实在画这一个角色，然后还有这一面的时候啊，我是故意有那种没有啊，我只是没有什么，你懂的都懂啊 ，flag 已经帮你立起来了，你去做就对了啦。这种东西，其实这个也是从那个动漫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对错的啦。不过我们的国家还不够那个啦，说可以慢慢从这种地方开始慢慢 push 起来改变，还是一样不多说了。我们的那个fan art 的环节就到这边咯。一样，如果你们要看到我 react 读你们的fan art 这些这样的话，记得在这个 Instagram 啊去 tag 我，还有或者 hashtag 大学生高校生啊，然后记得把你们的这个 post 放 public， 就是可以给全部人看到的，然后我才能去看到。到时候累积够多的 fan art 了，到时候再来第2期的这个 fan art review 的影片这样子咯。OK 呢，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大学生高校生 fan art 的这个展览了。所以接下来呢，就又来到了我们这个 Q&A 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然后我来做一个回答这样子。这里要再做一个小补充一下，就是我那个大学生高校生漫画啊，最后一面有一个这个画了一个空白的纸，然后我画了就放了一个那个格雷的上去画，就是希望你们可以一起来搞一个创作，画一些肥啊这样子啦，就给你们尽情去发挥，想看你觉得这张你要画格雷是去变成那个海贼王啊，还是要变什么，就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哦。然后如果喜欢看到更多这些这个大学生高校生更不一样的画这样子啊的可能一起来大家一起来画，一起来分享哦。然后画了过后记得在 Instagram 啊，还是在这个 Facebook 啊，记得 tag 我，然后还有 hashtag 大学生高校生啊，还是 GW Department 啊，还是这个我们大学生高校生的英文名字啦。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做第2期的这些 fan art 的，就是这些的，大家一起来看，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每个人作品我来做 reaction 这样子我就很想要再继续看到你们的这个作品这样子啦。记得要带我或者是 hashtag 如果放 hashtag 的话，记得要你的这个 post 文是 public 就开放给所有人看到没有？到时候我找不到 ，OK， 所以就这样子。拜拜。